不定期更新来了，不用猜了，这一期肯定是这台最终号机了。CCS 家的最终号机呢，终于到手了。当初发布监修图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吸引住了，并且这台玩具近期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应该也是 CCS 家铁破系列关注度最高的一款了。当然，主要我认为是 EVA 的热度高的缘故。而熟悉咱们频道的同好们呢都知道，我呢是已经给 CCS 家贡献了不少银两了，所以这次这么帅的最终号机肯定也是意料之中的。好，不废话，开箱。盒子的锋绘这一块呢，依然还是他们家的一贯风格，也就是线稿加牛皮纸箱，并且呢，打开以后也依然是一副超大的彩色锋绘纸板和后版的黑白素描稿，包装依然是泡沫盒加吸塑包装的组合。最重要的本体也依然是需要我们进行自己组装一下才能实现最终官方呈现效果样式的。配件方面呢，说实话看起来不少，但是貌似可玩性上没有前作配件上那么多花活。不过这个呢，我们之后详说，咱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是本体的素质，整体漆面呢较为平整，橘皮的情况呢有，但是不多，而这也是光油漆面比较难以避免的一种情况。漆面呢采用的是哑光和光油结合的方式来呈现的，光油主要集中在紫色和绿色的部分，而哑光呢则是以金属和黑色为主。哑光作为点缀，光油作为主漆面，这种质感怎么说呢？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看过我之前喷涂作品的同好们呢，应该都知道我的喷涂机体最终所呈现的效果一般都是半光油或者消光质感的。当然，对于哑光面的喜爱属于我个人喜好，不代表厂家这样做的漆面质感搭配不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光油面的外甲在把玩的时候，有手汗和手油的同好们，最好在沐浴焚香之后，或者戴上手套再把玩，不然对不起这么高贵。不对，不然非常容易留下指纹，到时候再擦就是一个大工程了。整体外观这一块呢，那肯定是帅，没得说。即便我没看过这部 EVA 的番外，那之前也是知道最终号机设计的。遥想当年第一次见到最终号机玩具化的时候呢，是在上海的 WF 海洋堂展区，当时是没见过这部机体，只是从外观上猜到它肯定跟初号机有什么不正当关系。但是上网查了一下之后，才知道这部机体的具体出处是哪里。而当时呢，也确实有过在展区销售直接购买的想法，只是拿到包装盒仔细一看里边的做工，果断放弃了。这他妈跟展台玻璃柜里边的展品不能说是一模一样，简直是毫不相关。我强烈怀疑海洋堂展区的展品是二次重涂的。这一次呢，咱们先来看看配件这一块。CCS 以往的作品呢，一直给我的印象是买配件送本体，因为本体的设计都大同小异，反倒是每次配件都能给到我这样或者那样的惊喜。但就像开头我说过的，这次最终号机的配件相比以前的作品来说，可玩性上就没有那么好了。首先，作为主武器呢，是一把太刀和一把斜插。我呢专门让远在日本的自留言钩帮着查了一下，这两把刀呢都是有对应的历史出处的。太刀叫做备前长传，是以前备前国长传厅，也就是现今冈山县濑户内市长传厅的一个刀匠流派。而这把短刀斜插孙六式灭绝刀的历史出处呢，则是室町幕府时期一个叫孙六的刀匠的名字。据说曾经是为武田信玄和丰臣秀吉制过刀。而熟悉刀具的同好们肯定知道，在日本有一个刀具品牌叫做关孙六，没错，就是它。小说的作者呢，则是使用了这两把在历史上现实存在过的刀为这两把刀命名，并且呢，在13年日本的一个刀剑展上，也曾经展出过真人手持比例与 EVA 联名的备前长传的太刀。在这里插一句配件的重大设计失误，就是这把孙六式灭绝刀的刀鞘和刀体的设计，插拔2次之后呢，就会出现磨损掉漆的情况。而这个呢，是我在补拍素材时候发现的。按理说这种情况是绝不应该出现的， MB 的初号机也有刀鞘，也没有出现类似的剐蹭情况。而 CCS 以前的产品的各种展开机构的公差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希望之后的出货这种情况会做出修正。近战武器呢，除了2把长刀，还有一把高震动粒子刀，也就是这把匕首，是可以搭配远程武器电磁步枪来一起玩的。高震动粒子刀的一侧呢是有磁铁设计的，可以和步枪下端的磁铁做磁吸连接，作为枪刺出现。
当然，这种玩法其实本身已经在黑盖塔的武器中出现过了，因此呢也不算新鲜。而卢克兰修之枪呢，据说在小说中是真4与初号机融合之后制作出来的，号称可以媲美朗基努斯枪。但是我呢也没有看过小说或者漫画，这里呢就不做详细解释了，免得挨骂。手型嘛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次是没有给可动手，全都是造型手来着。那剩下的呢就只有特效键了。特效键则是需要将背后的这个时间之洞的总成取下，然后换上这个透明件，再插上所有的光翼来实现展开样式。说真的啊，这次这个光翼的涂装确实要好于之前所有产品线的特效键，尤其是在灯光下七彩流光的。到这里呢，所有的配件我们也就介绍的差不多了。当然，在我这里呢，地台依然不算配件，懒得说。配件的搭载方面呢，则是需要这2个铁家伙了。我们把腿部装甲外侧的这个零件取下，就可以装上武器搭载架了。这样长短2把刀就可以分别搭载于背后。而电磁步枪的搭载方式呢，则是需要将后背包的下半部分的这个绿色盖板打开，就可以看见里边的卡槽了，将枪整体卡入卡槽也就行了，只不过确实不太好看。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看整体武器搭载之后的样式。最后呢，终于到本体的可动了。这次本体的可动呢，咱们不再做快进展示了，因为感觉可以说的设计点还挺多的。首先是头部拘束器的2侧装甲是可以独立可动的，而头部的上抬、低头还有旋转属于常规操作，只是把玩的时候注意别剐蹭就行了。手臂的平举呢，90度妥妥的，平举时候肩部的这一块小装甲也会跟着向上联动，只是复位的时候就需要手动了。大臂的旋转和曲肘呢都比较常规，基本上也就是做到了这些年 EV 作品常态化的可动范围。小臂这里的装甲呢是可以根据手腕拘束器的转动而随动的，模拟了人体小臂弓绕肌的运动状态，点个赞。手腕呢依然是给出了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球形关节，而比较可惜的呢，也就是上述所说过的，这次最终号机呢是没有给出全可动手的，遗憾。肩部的外拉前身是伴随有胸部装甲联动的，并且联动的感觉非常好，是属于模拟胸大肌运动状态的一个设计。而外拉出之后呢，肩部后边也没有穿帮的情况出现，腰部各个方向的旋转在设计方面都做得非常不错，加之本身机体腰长的设计，摆 pose 的灵活度就非常好了。但槽点就是关节的阻尼度相较比较松，有点类似于我之前塞巴斯塔的右臂关节，我不确定时间长了以后强度方面会不会有下降。腿部这一块呢，说真的，我个人现在还是难以接受这个鸡大腿的设计。虽然在原设基础上魔改，让大腿装甲与腿部的线条融合得更好了，但是突出的这个大包还是总感觉哪里不对。裆部的装甲上移以后呢，就可以让腿部避让出更多的可动空间，前踢和后踢的幅度都非常好，而且侧踢的时候，腿部这一块橙黄色的肌肉还会有模拟长收肌的联动效果。不知道为啥，反正这块玩起来就是很解压就对了。而大腿装甲的后部呢，还会有展开机构，可以看到里边的细节展示。再往下呢，就是小腿了，也是我这次最喜欢的一个联动设计。也就是在屈膝的时候，小腿的两侧外甲会模拟出腓肠肌挤压变形的效果。虽然说在 MB 小腿的后部呢也有类似的让位联动，但是相对于小腿的外甲联动 ，MB 的设计就明显不行了。最后脚部的设计方面呢，说实话，这个带有脚跟气垫的鞋的样式，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可动也给出了足够大的空间，可以满足 EV 一些大张力的 pose 需求。背包的可动呢，我们放在最后说，是因为背包这一块我开始就没有怎么玩明白它，说明书画的也相对含糊。我个人的观点是呢，这两个背包没有必要非得像说明书那样组合到一起再插到背后，独立分出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本身上下背包的设计的卡榫也只是为了让上下背包做出一个整体联动而设计的，如果不连接的话呢，其实独立可动也没有什么关系，并且也不影响外观。其实呢，归根到底就是我的这个背包的卡榫实在是太难卡住了。灯光这一块呢，只要把绝缘垫片拔出后，用这个拆卸插入栓的磁吸棒对着胸口吸一下，
这颗带有真似心脏的装置就会点亮，再熄一下是呼吸灯模式，并且5-6分钟之后呢就会自动熄灭。但是说真的啊，这次的灯效也就那样吧，没有给我多惊艳的感觉。主要是前几座的灯效设计的太好了，尤其是塞巴斯塔，第一台都给了灯效了，而这部最终浩基呢，反倒是光翼给了我不少惊喜。好了，最后总结就仨字儿，值得买。主要是呢，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 EVA 加 CCS 的组合呢，让我来评价的话就太主观了。毕竟这几年我作为 CCS 的忠实玩家，他们家的进步也真的是肉眼可见的。而我本身呢又比较喜欢 EVA 的 IP， 那就无脑收了呗。而按照 CCS 之前对于盖塔的操作 ，EVA 这个比盖塔在国内还要火的 IP， 之后会不会出现别的机体，或者对这部最终浩基同模换色再割一波，就不得而知了。但我觉得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到时候呢，我也会继续支持 CCS 的产品，毕竟呢，我也已经预定了90月份的那一台 CCS 限定版的魔神凯撒 SKL， 到时呢，我也会给同好们做详细的评测。好了，那么这一期的焦小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期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焦小记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